大家好，今天在野要和大伙儿聊一聊最近让人心惊肉跳的经济大事。外资企业扎堆撤离，房地产市场跌入谷底，这一幕幕简直像是在演一出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啊！先来看个热乎的新闻，曾经的手机霸主诺基亚在中国又放了个大招。据路透社爆料，诺基亚在大中华区一口气砍掉了将近2000个岗位，差不多占了1/5的员工。这是要把中国市场当成弃子啊！往前捋一捋，去年诺基亚就放出风声，说要到2026年裁掉1.4万个职位。这一刀下去，能省下8亿到12亿欧元呢。这次在中国的裁员，就是那个大计划的一部分。看来这家曾经的巨头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市场大瘦身啊！再看看其他外企在中国的动向，简直是一边倒的撤退潮啊！思科、上汽大众、群创光电，这些个大名鼎鼎的公司都在中国搞裁员、关厂子。思科在大连裁了300多人，上汽大众打算关掉南京工厂，还可能停掉宁波和上海的工厂。群创光电更狠，直接关了南京工厂，2400人一夜之间失业。这哪是什么结构调整啊，简直就是集体大逃亡。再瞧瞧官方数据，更是触目惊心。今年前8个月，外资进中国的钱少了31%多。咱们看看这几年的趋势。2021年前8月，外资增长22.3%； 2022年前8月增长16.4%； 2023年前8月下降5.1%； 2024年前8月暴跌31.5%。这趋势简直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底下呀！中国经济这列高速列车是不是要脱轨了？有意思的是，2022年商务部还在吹嘘外资创新高，可国际收支数据却显示外资狂跌40%，这里面的水分恐怕比长江还深啊！制造业更是重灾区。2004年，外资在制造业的投资占比高达71%，到2021年就剩19%了。17年时间，从山顶滑到山脚，这速度比滑雪还快。日企撤离更是一波接一波。东风本田要停产，广汽三菱改名换姓，日本制铁撤资，科尼卡美能达要关厂，普利司通停产，大同电工解散，这场面简直像是在演日企大逃亡。欧美企业也不甘示弱，惠普科技上海公司注销了，微软 AI 团队搬家， IBM 裁员上千。这阵势跟商场打折似的，谁跑得快谁赢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外资对中国还重要吗？且听在野给你掰扯掰扯。外资企业虽然只占市场主体的2%，可是带动了4000万人就业，贡献了全国1/6的税收，2/5的进出口，这分量可不轻啊！现在外资撤离，这些就业岗位、税收、外汇谁来补？那为啥外资企业非要走呢？原因可多了，国产品牌崛起，外企卷不动了，人工成本上涨，外企跑去东南亚捡便宜，中美关系不稳定，外企提前撤离避险，供应链转移，一个走了，带走一串。现在当权者也急了，放开了不少政策，比如允许外资独资办医院，放开了出版物印刷和中药生产的限制。可是有些趋势谁都改变不了，这就像是堤坝已经决口，用小铲子去填，能管用吗？再来看看日企在华投资的情况，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。据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今年第2季度，日企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暴跌16%，这个数字可不得了，简直就像是日企集体抱团撤离一样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日企海外投资中，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占比降到了13.6%，连续2个季度低于欧洲。这是啥概念？
自2016年以来，整整8年里头，中国在日企海外投资中的地位首次被欧洲超越了。咱们再往前看看，2019年第2季度，中国大陆及香港在日企海外投资中的占比还有 18.6% 呢。这才5年功夫就掉了将近5个百分点。反观欧洲，占比反而上升了1个百分点，达到 13.8%。北美更是猛，一下子涨了10个百分点，飙到 36.8%。再也给大家捋一捋，中国可是日本第2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啊。咱跟日本可比欧洲离得近多了，经济联系也更紧密。可你看看，投资却在往下掉，这说明啥？说明日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动摇啊。汽车行业更是重灾区。今年上半年，日本运输机械行业在华销售额同比狂跌 20% 以上。日产关了常州的工厂，年产能13万辆没了；本田关了广东的工厂，还要停湖北工厂的生产线。就算上新建的电动车工厂，日系车在华年产能也要减少29万辆啊！不光是汽车，其他行业也在踩刹车。日本 DIC 明年就要推出中国的液晶材料业务，味之素要重组3家冷冻食品厂，资生堂停了高档化妆品 BOOM 的销售。资生堂社长藤原宪太郎的话值得玩味，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价格，我们可能会继续撤出无利可图的品牌。这话里话外，不就是说中国市场越来越难做了吗？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更是触目惊心，截至今年第2季度，日企在华法人的销售额已经连续7个季度低于去年同期。自2021年开始，日企就在悄悄调整策略，不再扩大工厂和网点，而是开始精简运营了。这一幕幕不就是日企正在悄悄告别中国市场的缩影吗？说完了外资撤离，咱们再来看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惨状。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9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暴跌 5.8%， 这可是自2015年5月以来将近9年半的最大降幅啊！更要命的是，这已经是连续第15个月下跌了。70个城市里，只有3个城市房价还在涨，66个城市在跌，1个持平。这比例简直惨不忍睹，一线城市也扛不住了。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的新房价格分别下跌 0.7%、0.9% 和 1.0%。就连一向坚挺的上海，也只是勉强上涨了 0.6%。二手房市场更是惨不忍睹，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暴跌 10.7%， 北京跌了 10.3%， 上海跌了 7.6%， 广州跌了 12.8%， 深圳跌了 12.0%。这哪是房价下跌啊，简直就是自由落体。2、3线城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，新房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5.7% 和 6.6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8.9% 和 9.0%。这跌幅比上个月又扩大了不少。虽说9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，各个部委也是轮番上阵，政策一个接一个。可看这个势头，这房地产市场啥时候能回暖，还真是个未知数啊。回头看看，外资撤离、房地产暴跌，这2大支柱产业同时遭重创，中国经济这是要往哪儿走啊？这哪是什么转型升级，分明就是经济断崖式下跌啊！外资带走的不只是资金，更是技术、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。房地产萎缩带来的可不只是 GDP 的下滑，更是老百姓财富的缩水啊！几代人的血汗钱就这么眼睁睁地蒸发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经济寒冬可能才刚刚开始。外资撤离会导致更多的失业，房地产萎缩会拖累更多相关产业。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，
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人说，中国经济韧性强，底子厚，一定能渡过难关。可是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光靠乐观是不够的。没有外资的支持，没有房地产的拉动，中国经济还能靠什么来支撑？新兴产业能在短期内填补这么大的缺口吗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经济下滑会不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？失业率上升，收入下降，贫富差距加大，这些都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！面对这样的经济寒冬，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？省吃俭用，勒紧裤腰带，恐怕是不可避免了。那些指望着靠炒房发财的人，怕是要失望了。那些指望着在外企高就的人，可能也要重新规划人生了。最后，再也想说的是，这场经济寒冬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长、更冷。中国每个人都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，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